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为了感谢10万元老天才的支持，今天我要给大家解密一个地球上被公认的唯一活着的先知——奥马哈先知沃伦·巴菲特。知道财富的秘密比知道地球的秘密好像更重要啊！我们优秀天才团必须大富大贵，请继续猛砸订阅和点赞按钮，加入我们优秀天才团。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我们的频道有一个秘密，就是所有的视频都是有联系的。我以前一个没人看的视频，最近流量开始暴涨，就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的秘密。发布的时间是2022年11月，发生什么事了？在这里面我讲了2个要点。第一，就是在某些国家你永远不会变富，比如那个俄罗斯。视频发布到现在，卢布对美元贬值53%。第二，就是提醒大家关注标普500，那是到现在大盘上涨了11%。但如果你继续往前翻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视频 AI 将产生意识，2022年的6月发布，当时制造 AI 血肉之躯的辉达股价只有190美元，到现在500美元。团长本人在446块钱买了很多坚定持有4年收益我还是很满意的。团长也是巴菲特伯克夏的长期股东投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故事就可以让大家大富大贵的。但是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普通人一定可以慢慢的变成大富大贵，而这条路巴菲特说没问题。我想未来可能会开一个专门讲财经市场的频道，欢迎大家观看。到时候各位优秀天才团的元老将自动会升级成为黄金天才。关于巴菲特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故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伟大的奥马哈先知沃伦·巴菲特的故事。巴菲特，地球上唯一一个通过投资股票成为世界首富的人类，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老爷爷，走过之处都充满了快乐。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心惊胆战，因为他江湖人称无情清算者巴菲特。1956年，一位安静的年轻人正在书堆里翻看资料，突然他的眼睛中闪现出一道亮光，在无数充满数字的纸张中，他发现了一个名字——赛博恩地图出版公司。这位梳着平头的年轻人就是26岁的巴菲特。非常奇怪，巴菲特当时看中的这家公司并不是像可口可乐或者苹果这样优秀的大公司。赛博恩在当时收入连年下降，再过几年好像就要破产了。但是自从发现了这家公司之后，巴菲特就赶紧跑回家，把他的妈妈、阿姨、老舅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叫了出来，说我发现了一家大公司，你们跟着我投资肯定可以发大财。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巴菲特肯定有一些投资的秘密，于是他的父老乡亲就把养老本都拿了出来。巴菲特当时就收获了来自亲朋好友的第一笔天使投资，99.99万美元。巴菲特出资1块钱凑齐了100万，成立了合伙企业。在1956年的100万美元就相当于1100万美元，所以你要赢在起跑线上，首先要有一群富亲戚。于是26岁的巴菲特就拿了这100万美元，咔嚓的一下砸进去1/3，大笔买入赛博恩公司的股票。当时他把他师父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的教诲全部都忘了，那就是一定要分散投资。但是巴菲特一出手就放大招，重仓砸入，直到他把自己送入赛博恩公司的董事会，成为董事成员。成为董事会成员就是成了这家公司的老板之一。但是巴菲特为什么要重仓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呢？赛博恩是制作地图的公司，什么城市交通、电力、水管管线都有，每套城市地图都有好几十公斤重。在50年代还没有卫星地图，所以赛博恩公司制作的地图对于市政公司和保险公司都非常有用。尤其是保险公司，他们会拿着这些地图去评估各种风险。当时公司经营不善，股票的价格就跌到了45美元一股。
但是巴菲特经过详细研究，他把他们的财务报表都拿过来一看资产减负债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么一算，这个价格45好像太便宜了。巴菲特发现，如果把公司的资产全部都变卖，一股就可以获得65美元，这65减45，一股就可以赚20块。不过问题就来了，当时没有人发现这个公司可以值65块钱，市场价格只有45，那怎么办？买了就套牢了。于是巴菲特就突然想起一招，买入股票，进入董事会，开除员工，清算公司，把公司的地图、知识产权、国债等等资产全部变卖，这样就可以拿回65块钱。于是巴菲特就进入董事会之后，立刻召开董事大会，提出计划变卖公司资产。但是他的提议被其他董事给否决了，这些董事就轻蔑地说年轻人做事不要太激进嘛。这时候的巴菲特这个怒火中烧，他看着这些在座的董事都是些贪图小利、毫无远见的俗人。因为巴菲特买入了大量股票，具有绝对的投票权，所以巴菲特就咔一下，震惊四座，桌子都快拍裂了，大声说：如果你们不同意变卖资产，我就把你们全都开除。当老板就是这么爽。不过当时巴菲特1/3的资产都在这家公司，乌妈老舅的养老本要不赶紧变现出来，以后就没有巴菲特了。所以巴菲特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必须冷酷无情才能把钱拿回来。这些董事一听害怕了，赶紧投票就同意了巴菲特的提案。于是6个多月的时间，冷酷无情的巴菲特就带走了属于他的44%的利润，剩下的赛博恩就变成了一间空壳公司。从此江湖上就多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清算者巴菲特。巴菲特怎么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冷酷无情的清算者呢？是不是巴菲特练了什么九阴真经之类的？这个我在后面会详细讲。我们讲一下巴菲特的家族。巴菲特的曾爷爷约翰巴菲特是他们家族从法国逃出来登上美国新世界的第一人。约翰巴菲特来到美国之后就非常努力的传教，但是家谱中记载约翰巴菲特是被雷劈死的，这个老天爷太神秘了。又过了几百年，巴菲特家族就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小镇安家。巴菲特的爷爷是小镇的杂货店老板，巴菲特爸爸霍华德在一家银行里做股票经纪人。时间到了1929年10月28日，那天美国突然发生了黑色星期一，2天道指暴跌25%，银行破产，股票崩盘。随后美国就进入了无尽的大萧条，非常惨。因为银行倒闭，巴菲特的爸爸就突然失业。10个月后，1930年8月30日，巴菲特就在全家最艰苦的情况下诞生了。那时候巴菲特爸爸霍华德在大崩盘中身无分文，买咖啡都要想很久。巴菲特的妈妈莱拉为了保证老公孩子不挨饿，自己有时候都不吃饭，把食物留给父子俩，非常心酸。就在1929年股票大崩盘之后，霍华德·巴菲特毅然决然地开始创业，成立了自己的股票经纪公司。他在最差的市场上重拾老本行。霍华德这个人非常诚实守信，在大萧条期间向客户推荐稳健的股票和债券，收益很不错。因此公司成立还没过几个月，霍华德就赚了400美元，全家人都可以吃上饭了。从此以后生活也慢慢变好了。所以说在最困难的时期一定要保持乐观，乐观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因为霍华德·巴菲特的职业是股票经纪人，巴菲特从小就经常看他爸爸的股票投资书，而且霍华德也经常带他去见华尔街的大佬。当时让巴菲特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爸爸带着他进入一个有着高大镀金大门的投行大楼。当他走进一尘不染的总裁办公室的时候，有位华尔街的大佬就慢慢蹲下，轻轻拥抱巴菲特，温柔地说：沃伦，你最喜欢哪只股票？巴菲特说：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就是一出生就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即使我搞砸了，他也对我有无限的信心。如果我的爸爸当时是一个鞋匠，我现在很可能也只能是一个皮鞋匠。所以要大富大贵，就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让你耳濡目染的领路人，就像巴菲特的爸爸一样，很重要。没有这样的爸爸也不用担心，我们有 YouTube， 有 ChatGPT， 它可以解答你一切关于投资的问题，关键是要有时间自己去研究。巴菲特非常崇拜他爸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只能感受到他爸爸的爱。他母亲有一些问题，巴菲特的妈妈莱拉有家族精神病史，所以每天都会头痛欲裂，大喊大叫，因为一点小事就大骂巴菲特，说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这个笨蛋之类的。有时候这么一直骂就能骂2个多小时，非常可怕。所以巴菲特从小就非常怕他妈妈，心里都有阴影，所以他性格就开始变得特别内向，不敢去主动和别人说话，自己独来独往。内向专注低调不攀比，闷声发大财，这是一个专业投资者的必备特征。如果你很内向，那就说明你要大富大贵了。巴菲特从小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坐着安静地看书，他对数字非常着迷，随时随地都在想各种生日平均数概率之类的。所以巴菲特长大之后就对公司的财务报表非常着迷，财务报表分析是价值投资的基础，非常重要。就这样，巴菲特6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始卖口香糖赚零花钱。他突然发现做些小生意挺有意思，巴菲特就说，钱可以让我独立，然后我就可以用自己的一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工作，我不想别人主导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巧的是，在巴菲特11岁的时候，他去图书馆看书，突然一本散发着银色光芒的书出现在他面前，仿佛这本书在向他招手。巴菲特就过去慢慢地打开了这本书，机会在敲门。书的第一页第一行就这么写着，这本书叫做赚1000美元的1000种方法，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小生意。巴菲特特别感兴趣，一直翻看，看着看着，突然他发现了可以改变他一生的文字。书上写着，这本书可以帮你赚到1000美元，然后你拿着1000美元每年再赚10%，这样25年后你就会有10万美元。复利，11岁的巴菲特发现了复利的秘密，他兴奋地赶紧跑到他的朋友家里，大声说，我在35岁的时候将会成为一名100万富翁。1年之后，小巴菲特就通过自己的小生意赚到了120美元。又到了14岁，他送报纸存了1200美元，当时他就买了40英亩土地，然后出租收租金。巴菲特的财富之路就这么开始了。高中之后，巴菲特的爸爸当选了国会议员，所以全家人都要去华盛顿。这时候的巴菲特就进入叛逆期，开始恶作剧、偷东西，学习也开始不及格。但是他的爸爸没有大骂他，只是低沉地说，我知道你的能力，我不要你做到100%，但是要么你继续我行我素，要么你就做一些可以发挥你潜能的事情，你做的可以比现在更好。巴菲特这么一听就明白了，他不想让爸爸失望，于是他就又变回了正常的年轻人。之后巴菲特就上大学读了商业管理，在大学期间，巴菲特又读了一本书，成为他价值投资的基础，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的最主要内容就是找到股票的真实价值，然后遵循2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一，永远不要亏损；第二，不要忘记第一条。这个就很简单，只要你不亏损，再加上复利，你就肯定能大富大贵，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大学毕业后，巴菲特就去到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去做工，做一个股票分析员。他的工作就是寻找雪茄屁股。格雷厄姆有一个雪茄屁股理论，就是被丢掉的雪茄屁股其实还能捡起来，这样抽几口，这还是有价值的。意思就是巴菲特要去市场上去寻找那些已经快不行的公司，股票价格非常便宜，然后把它们收购，资产变卖，员工开除，清算公司资产，
这样收回的资金就可以作为投资的本金和利润。听起来好像杀手一样，非常残忍。巴菲特就学了这招，成了一个冷酷的清算者。价值投资的教父格雷厄姆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离群独居者，说自己在高中之后就没有亲密的朋友。格雷厄姆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是因为他智商太高，知识太渊博，所以任何人和他说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个人没什么料，就不想和他说话，所以和格雷厄姆聊天非常容易冷场。格雷厄姆这种经典的价值投资，巴菲特现在评价说太冷酷太压抑了，有点为了钱无情无义的感觉，投资一次仿佛打了一次七伤拳，自己的内心也十分痛苦。之后巴菲特在经历了一次生死投资之后，就再也不敢用这招大杀器了。在赛伯恩公司战役之后，巴菲特又发现了一个快要倒闭的风车厂，然后又是9阴真经的套路，买入股票，进入董事会，卖风车厂，开除员工这些。由于这个风车厂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企业，整个镇子都在给风车厂打工，巴菲特要开除员工，变卖公司资产，整个镇子上的居民都开始反对，出来示威游行，抗议巴菲特痛斥巴菲特是一个无情的资本家，一个杀手。这一下就把巴菲特吓到了。镇子上的人为了反击巴菲特，就一起筹资了300万美元，把风车厂的控制权夺了回来。在夺回控制权的当天，镇长还召开了全镇大会，大声宣布巴菲特被我们打败了，我们成功夺回风车厂了。于是当天全镇的火警钟声同时响起来，全镇人喜极而泣，大魔王巴菲特终于被打败了。但是巴菲特这次含泪赚了200万美元。经过这次收购战役之后，巴菲特发誓再也不能当清算人了，他受不了全镇人每天都诅咒他。这个时候巴菲特32岁，管理资产750万美元，折合到现在的购买力就是7500万美元。后来巴菲特就改变了他的投资理念，他放弃去寻找那些没人要的雪茄屁股，而是去寻找那些经营非常好的大公司，然后耐心等待股票下跌的时候大笔买入，比如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和苹果。改变他投资理念的就是查理芒格。查理芒格是一位法学博士，充满智慧，什么复杂的事情在芒格那里都可以浓缩成几个字，非常厉害。有人就问芒格如何成为富有而成功的人，芒格回答说，每天起床的时候争取变得比你之前更聪明一点。如果你觉得买股票发财是唯一的成功，那么你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大多数人的成功都避免了应该避免的事情，糟糕的健康，失败的婚姻，避免感染上艾滋病。芒格的智慧我必须重重的点赞要大富大贵，必须先想想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穷困潦倒。1. 借高利贷， 2. 外遇离婚，老婆把钱给卷走了， 3. 投资被骗，本金全没，第4，酗酒吸毒，还有沉迷赌博等等。总结起来就是，如果你赚的钱大于你的智商的话，那这些钱一定会因为你的智商而烟消云散。所以大家一定要猛砸订阅、点赞、转发按钮，加入优秀天才团，每天都会聪明点。芒格是如何认识巴菲特的？是因为当时巴菲特要清算公司，必须找一个大律师帮忙，于是就有人推荐说查理芒格这个人不错。于是巴菲特和芒格一见面，我们都是聪明人英雄惜英雄，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一辈子的搭档。查理芒格对巴菲特说，你这种投资方法能赚到钱，但是没法赚大钱，一间公司一间公司的清算费时费力。巴菲特一听也对于是他们就开始去研究如何用大量资金投资优秀的企业。巴菲特就开始寻找那些优秀的有护城河的企业，股票价格没有那么高，关键的一点是可以持续产生大量现金的企业，比如 See's Candy、 可口可乐、苹果这种的。只要公司可以产生大量的现金，然后再用现金去扩大生产，去开店，去卖货，不断复利，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越来越高。这就像麦当劳卖汉堡开店，卖汉堡开店，只要这么循环就可以，非常简单。后来巴菲特就注销了他的合伙企业，
买了伯克夏海瑟薇，成为了董事长。然后他发现，这个保险公司挺有意思的。保险公司有大量的资金叫做 float， 比如养老险、财产险，他们有大量的保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兑付。所以巴菲特就用这些保险公司的现金去收购优秀的企业，比如可口可乐，然后用可口可乐的股息再去收购其他可以产生大量现金的企业，比如苹果，然后循环往复，不断复利。所以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你必须要保证自己时时刻刻都要有正的现金流，千万不能当月光族。只要月光，你就一定会陷入贫困，永远不能抓住投资的机会，也永远不能成为我们黄金级天才。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看巴菲特以前的投资觉得那都是机会非常好，但是在当时都是风险。巴菲特所在的年代，美苏冷战、古巴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大崩溃、大萧条，但是这并不妨碍巴菲特成为千亿富豪。这就说明一件事，选择好的企业，低价买入，耐心持有，复利投资，你就一定能成为黄金天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作为巴菲特的忠实粉丝致敬巴菲特。巴菲特的年龄也比较大了团长的投资风格就是好好睡觉，只要能让我安然入睡的投资，那都是好投资，剩下的我就把它们交给时间。美股开户的方法和链接我放到信息栏和留言区，大家可以加我的 Instagram 跟我一起聊天，一起研究，我们要一起成为黄金天才，大富大贵。